中意睇我嘅頻道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可以透過 FPS、PayMe、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多謝各位表態支持 PhotoWalk， 今次咧會舉辦2個時段嘅，將會喺2024年11月2號星期六嘅，任何時段咧大家都歡迎參加嘅。以下就係活動嘅詳情，有興趣嘅朋友記得 scan QR code 報名啦，期待下個月同大家一齊 PhotoWalk。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MF101， 我係 Anakin。今集咧，大家可以當佢係 Leica M11嘅遊記同埋11874嘅後記去睇嘅。咁內容上邊咧，喺後半段咧，我係會放好多關於旅行嘅相俾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但係前段咧都會有一啲關於小貼士啊同埋配件上邊嘅分享嘅，俾大家一個 idea 去決定呢一條片有啲咩地方係可以當 podcast 咁樣聽啦。即刻就進入前半段啦。好，首先咧，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呢一個旅行，除咗相機同埋鏡頭以外咧，我到底帶咗啲咩，同埋建議大家要帶啲乜嘢。由最大件嘅開始講起先。首先咧，我係帶咗一部 iPad 嘅。咁呢部咧係 iPad Air 4 256GB。咁我自己咧係會將影完嘅相咧入落去呢部 iPad 嗰度。我每一日咧一有時間咧就會坐低入相，然之後就執相。大家都應該會明白呢個心態嘅，就係我嗰日影完去完某啲景點，好想快啲望下張相影成點嘅。咁我大部分喺旅行時候嘅相咧就係用呢部 iPad 執㗎啦。咁如果我再想微調嘅話咧，係可以透過 Lightroom 入邊嘅一個 Sync 嘅功能咧，將啲相咧升翻入去我屋企嘅呢部電腦入邊嘅。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試下我呢一個方法嘅。如果你唔係影太多相，同埋嗰啲 file 唔係太大嘅話咧，係幾方便嘅。咁然後啦，就係有用呢一個氣泵啦。咁平時喺屋企咧，我係會用呢一啲 Can Air 嘅。咁因為 Can Air 係勁啲嘅，但係 Can Air 咧係唔可以直接噴 sensor 嘅，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啦。去旅行嘅時候咧，用呢一個氣泵咧，其實咧相對上咧係非常之方便嘅，係可以吹走到機身上邊嘅塵啦，同埋鏡頭前邊嘅塵。有時咧，如果大家會換鏡嘅話咧，都可以清潔一下 sensor 入邊嘅塵嘅。下一樣咧就係一支 lens pen 啦。大部分時間咧，我都會用掃嘅呢一邊咧，去掃走機身上邊嘅塵啊。又假如真係要去掂到鏡頭前邊嘅位置嘅話咧，我都會輕輕力掃一掃先嘅。咁掃完之後，假如都仲係污糟嘅話咧，就嚟到下一個要講嘅就係呢一個蔡司紙啦。真係可以好徹底咁樣清潔到任何同玻璃同鏡片有關嘅位置嘅。之後咧就係呢一個 Mark Sensor 嘅棒啊。喺之前嘅我一條影片入邊咧都有提到噶啦，關於清潔相機嘅嗰條片啊。咁點解話要帶埋呢個棒去旅行用咧？就係有時真係會唔小心入到啲塵落去個 sensor 度啊。我自己咧就唔建議帶埋呢一支清潔用嘅 fluid 去嘅，因為太拿手唔成勢啦。雖然用佢咧係最好嘅效果嘅，但係喺旅行嘅時候咧，真係冇咁多嘢俾大家帶到去啊。咁所以一支就咁 dry 嘅清潔 sensor 用嘅棒咧，係可以救到命嘅。但係當然佢唔係最理想嘅效果嚟嘅，所以大家就要考慮一下啦。咁最後一樣一定要帶多嘅小配件係咩咧？就係帶多幾張 SD 卡。memory card 啦，咁當然你可以掃晒你有嘅所有 memory card 落去啦，又或者你可以計好晒數，就係我淨係帶256GB卡去3日2夜，咁一定夠㗎啦。如果係我嘅話咧，我就會帶幾張64GB卡去一個長處，影到咁上下入相落去 iPad， 然後就清卡。呢一個方法咧都 OK 嘅。咁之後要講嘅咧就係關於11874嘅遮光罩問題啊！大家咧都可能喺我之前嘅影片入邊知道啦，係用一個12589嘅膠 hood 嘅，幾靚仔幾得意嘅，同埋佢喺左上角咧會有一個小小嘅窗口俾大家喺 range finder 嗰個位度睇到，同埋佢左右咧係有一個凹位俾大家撳落去上落支鏡嗰度嘅。咁但係咧點解要專登提呢一件事咧？就係
我有 PTSD 啊，關於呢一個遮光罩。咁事緣咧就係今年年頭咧，同幾個朋友一齊搭的士去食飯嘅時候咧，呢位朋友咧亦都好大機會係睇緊呢條片嘅，就係喺閂的士門嘅嗰一下，佢夾爆咗呢一個12589嘅 hood。其實唔係好大力嘅啫，佢係上車嘅時候，因為我哋幾個大男人坐後邊咧比較窄，所以咧坐得比較逼。咁閂門嘅時候咧，輕輕力撞咗一下，成個12589係粉碎咗嘅。咁所以咧，自此之後咧，我就好驚拎呢一個12589嘅遮光罩出去啦。咁所以咧，要講嘅咧就係另一個11874呢支鏡頭可以用嘅 alternative 嘅遮光罩，就係我手上呢一個12451嘅遮光罩。佢係用一隻比較硬淨、比較結實嘅膠嘅 material 啊，比起用12589咧，用12451呢一款遮光罩咧，係更加安心嘅，同埋佢喺上呢個鏡頭嘅時候咧，亦都比12589係更加方便。12589咧喺套咗落去之後咧，佢仲有一個 ring 要扭嘅，咁所以咧喺使用上邊咧，呢一個遮光罩係會比12589嚟得更加合適嘅。相信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唔想話因為要鏡錫住啲器材而綁手綁腳咁樣去拍攝嘅。首先，點解11874同埋 M11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拍攝組合？就係第一，高像素，6000萬像嘅成像咧，配合呢一支11874比較現代少少嘅鏡頭咧，喺收光圈之下影一啲大景、風景咧，同埋城市景，佢係有絕對嘅優勢嘅。當你將鏡頭收到5.6又或者8光圈，用6001萬像拍攝一啲 landscape 嘅話咧，佢俾到你嘅所有細節基本上都能夠由你隻眼複製咗落去呢部相機得出嚟嘅成品嘅。咁如果大家係用35mm 覺得唔夠歪嘅話咧，冇問題，你係可以影多幾張翻去做 panel 都得嘅。因為35mm佢未算係一個變形好嚴重嘅焦距啊。我自己去呢一個旅行咧，就未駁過 panel 嘅，呢一個焦距咧，亦都令到我好容易去拍攝到食物嘅相片。當我用全開光圈又或者收到2光圈嘅時候咧，配合機身嘅 perspective control，我可以好輕易咁樣拍攝到一啲接近你喺餐廳 menu 睇到嘅相嘅嗰一種 style 啊。我係會建議大家將呢一個像素調低去到1800萬像。咁你影嘅呢一啲食物相，首先唔需要咁大嘅像素，第二都係用大光圈去營造嗰個景深嘅效果，真係冇需要用到6000萬像，而且會為到你張卡咧慳翻唔少嘅位置嘅。再者啦，35mm 嘅呢一個焦距咧係非常之適合拍攝一啲半身人像，又甚或乎係全身人像同埋一啲全家福咁樣計啦。佢亦都可以營造到一個淺景深俾大家。喺一啲大景嘅時候，又或者唔夠光嘅時候，用大光圈先拍攝一張，係可以利用到11874嗰一種中央成像銳利、四邊慢慢柔和咁樣奶油化嘅散景過渡，係一個非常之舒服嘅畫面。甚至乎有某啲合照咧，係俾到一種好似油畫咁樣嘅感覺大家嘅。咁旅行除咗影合照、風景同埋食物相之外咧，好多時都會喺街上邊慢行，感受一下拍攝一啲 snap 嘅。咁呢個時候就可以用到呢部機嘅4.5張連拍，同埋就可以將嗰個像素咧校到落去3600萬像，一個中級嘅像素。如果大家想 print 相又或者放大睇嘅話咧，3600萬像咧其實都幾適合，同埋街拍真係唔需要去到6000萬像咁高嘅，係比較適合大家去進行拍攝。咁而我唔使多講啦，35mm 呢一個焦距咧，本來就係非常之適合拍攝街拍嘅。咁而想講翻呢個11874拍攝上邊嘅特色啦，就係頭先所講到嘅，佢可以好輕易咁樣咧就營造到一個淺景深嘅效果。而呢支鏡頭由於佢係橫跨菲林年代同埋數碼年代所推出嘅，所以咧喺拍攝上邊佢係會有一個優勢喺度。個優勢就係佢又有銳利嘅成像，同埋佢有一個非常之接近大家拍攝菲林嗰一種質感，同埋呢支鏡頭嗰一個焦外過度嘅表現咧，係非常之討好我嘅。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係只可以帶一支嘅鏡頭配合一部數碼機身嘅話咧，呢一個11874咧真係 Leica 用家嘅不二之選。佢未至於係一支非常之昂貴嘅鏡頭，令到你唔敢喺旅行嘅時候使用佢。有啲鏡頭可能去到 Nautilus 啊，又或者一啲更加矜貴，譬如11873咁樣嘅鏡頭，冇錯，佢哋係有非常之強勁嘅鏡頭 character。咁假如大家會帶呢啲非常之昂貴同埋稀有嘅鏡頭去旅行嘅時候咧，相信大家會因為佢嗰個價值嘅問題咧而綁手綁腳，拍攝嘅時候咧未能夠好得心應手咁樣使用，經常都會擔心呢支鏡頭會唔會俾人偷啊，會唔會刮花啊，會唔會撞到啊，孭住嘅時候又會孭得好小心，唔能夠真係當佢係一個工具去使用。畢竟有某啲嘅 Leica M mount 嘅鏡頭，又或者係其他嘅鏡頭咧，係一啲收藏級嘅成品嚟嘅。咁喺可以選擇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大家係可以揀一啲中價位嘅鏡頭，又甚或乎係一啲低價位嘅鏡頭帶去旅行粗用。就算有啲咩情況突發事發生，你都唔會特別太肉赤。咁當然唔係話叫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唔好鏡錫住你嘅器材啦。咁但係咧都唔想話推介大家帶一啲非常之昂貴嘅相機鏡頭去旅行，變得冇咁可以完全享受到拍攝嘅樂趣。最後一個想同大家分享關於旅行嘅時候用 M11 加11874嘅好處咧，就係佢可以用 Type C 充電啊嘛。咁而呢一支鏡頭亦都係唔算好昂貴，體積唔算大，所以喺揸車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將 USB-C 咧插住，然之後就放喺副駕嘅位置嗰度，喺要落車影相嘅時候咪掹線咯。咁由於我咧除咗 Leica M11 係用 Type C 之外咧，電話亦都轉咗用 iPhone 嘅15 Pro 嘅，咁所以兩者咧都係用 Type C 嘅線。我只要用一條線加一個插頭咧，我就可以同時滿足晒兩個 equipment 啦。都想大家知道呢一個 Leica M11嗰一個 USB-C 插電插得快方便嘅程度，其實係好適合旅行用嘅。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啦，11874咧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缺點嘅，就係佢喺全開光圈嘅時候咧有一個四角嘅失光啦，同埋色散方面咧算係一個弱點嚟嘅。喺全開光圈嘅情況之下，紫邊相對上係嚴重嘅。咁大家拍攝上邊可能就要就一就，同埋留意一下喺後製方面會唔會減翻走呢一個紫邊啊。我好想推介呢一個一機一鏡嘅組合俾大家，但係我亦都知道唔係每個人都用緊 M11，同埋唔係每個人都用緊11874嘅鏡頭。如果你係一個 Leica M mount M 機嘅用家嘅話咧，我係會將呢一 set 推薦俾你嘅。咁但係假設你唔係嘅話咧，我都會推介大家用35mm 1.4嘅鏡頭配任何嘅機身去旅行，佢都係一個非常之適合拍攝任何題材嘅組合嚟嘅。風景、半身人像、食物特寫、街拍，喺去旅行嘅時候，基本上你就係會拍攝呢4樣嘢嘅啫。大部分時間咧都能夠滿足到你啦，除非你要拎佢去 Safari 拍攝一啲動物大遷徙，咁真係唔好意思，35mm 唔適合你。如果你係用 M mount 嘅話咧，最近對焦距離鎖咗喺0.7米，而大部分嘅35mm 1.4咧，最近對焦距離大約係30至40 cm 左右嘅。所以如果大家想去旅行帶一機一鏡組合嘅話，我係絕對推介大家使用任何一支35mm 1.4嘅鏡頭嘅。咁今次嘅影片咧就暫時嚟到呢度。如果有啲咩想法、心得、意見嘅話，歡迎喺下邊留言，又或者同我講下你哋心目中最理想嘅旅行一機一鏡組合，又或者唔係一機一鏡組合都得嘅，可以喺下邊分享一下嘅。臨走之前唔好唔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係 Anakin，下條影片再見，拜拜。